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你敢信吗？哈佛大学世界顶尖学府竟然被美国政府禁止招收国际学生了。没错，这不是谣言，而是特朗普政府亲手签下的禁令。而最先被波及的就包括151名在读的新加坡留学生，他们可能要被迫转学，甚至直接离境。哈佛要是失去国际学生资格，全校超过6000多名外籍学生都得走人。这不仅是一场教育风暴，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作。你可能会问，为啥偏偏是哈佛？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理由是，哈佛没有提交外国学生的身份记录，还纵容反犹氛围，涉嫌非法活动。听起来很严重，对吧？但熟悉美国政治的人都知道，这根本不是教育问题，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博弈。哈佛是民主党的大本营，精英云集，左派气氛浓厚，早就被特朗普视为敌人。这次他一出手，就要哈佛在72小时内交出过去5年所有外籍学生的敏感信息。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我们先来看看哈佛目前在读的新加坡学生有多少。官方数字是151人，其中12人还是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得主。他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就是3个选择，每条都不轻松。第一，转学，但你转去哪儿？其他大学也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。第二，回国或离境，但你学位还没拿到，签证一过期就成非法滞留。第三，赌一把官司，等哈佛打赢诉讼。可问题是，这场仗可能会打很久。有些家长已经开始联系牛津、剑桥，希望赶在风暴扩大前把孩子送去英国。这次禁令带来的最大后果，其实不是读不完书，而是 OPT 可能直接泡汤。对于 F1 学生签证持有者来说，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是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黄金通道，1年时间，很多人就是靠这个争取 H1B 或绿卡。但现在一旦哈佛失去 CFP 认证，学生连申请 OPT 的资格都没有，直接影响就是你辛辛苦苦念完4年，结果连一份实习都没机会拿到。这不仅是人才浪费，简直就是把国际学生当牺牲品扔出局。目前，新加坡的公共服务署已经紧急联系在哈佛就读的12位奖学金学生，表示会提供支持，商讨替代学习计划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因为奖学金不只是钱的问题，更代表着国家背书和培养机制。但问题来了，其他自费的学生呢？其他拿私立奖学金的呢？很多家庭花了几十万新币送孩子出国，怎么能说断就断？这场突如其来的禁令完全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。哈佛当然不愿坐以待毙，已经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，理由包括程序不正义、损害高教自治权、政治干预教育自由。但就算诉讼成功，也要几个月甚至更久，时间根本等不起。你知道哈佛每年有多少国际生吗？将近6800人，占比27%。这场官司不只是为哈佛而战，而是为全美国际学生而战。朋友们，问题来了，在这样的局势下，你还会放心把孩子送去美国读书吗？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我们，留学不只是学术选择，更是政治选择。新加坡这么多年一直以全球精英培养为目标，但如果美国继续把国际学生当成筹码，我们是否也该重新思考方向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会继续申请美国大学，还是转向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？喜欢这种深度话题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